苏青哥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留着你吗？因为你是这把斩龙剑的剑鞘，你是九阴绝脉，只有你的极阴之血才能给这把至阳至刚的剑开封。只要杀了你，这把剑就彻底醒了，我也将彻底融合这五行之力，成为真正的陆地神仙。放开他！别急，李小一，等我给剑开了封，下一个就轮到你。李白山，如果我死了，记得把我的钱都烧给我。傻女人，谁让你死？师傅，这回徒儿要违背祖令了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献祭无身，请神上身，请钟馗天师。何方妖孽，敢伤无主？主，怎么可能？这世上早就没神了。没神，老子就是神。苏总，刚才那一拳值1000万不？值1个亿。不，我不服！我筹划了10年，我血杀了全族，我怎么可能输给你这个臭摆摊的？我要你们死，一起死！金驹万剑归宗，报！不好，他要自爆！想自爆？问过这把剑的主人了吗？苏青哥，快去那边的博古下，把那个只有1半的破铜剑拿过来。这才是这栋楼真正的真仙，一剑斩妖邪。这就是天师的力量吗？李白上，李白上！苏总，记得打钱。苏总，我觉得还可以再抢救一下，比如把我的工资结一下。钱已经打过去了，1个亿。以后我的人，我的钱都是你的。我操，还有这种好事儿？那我是不是不用摆摊了？想得美！伤好了，赶起来干活。听说城东那边又闹鬼了，有人出价500万。得嘞，老板大气。红尘滚滚，妖魔横行，只要有一身布衣，一柄桃木剑，这世间的不平事，道爷我都管定。当然得加钱。苏总说，赵氏集团倒台后留下几千亿的市场真空，现在海城几大家族还有京城来的王家都像疯狗一样抢这块肥肉，他们联合起来向董事会施压，说您被妖道迷惑，精神失常，要求重选董事长，还要吞并我们的股份。告诉那些老不死的东西，赵家的肉我苏清血吃定了，谁敢伸手我就剁了谁的手。可是京城那边的王家带了法务团队和几个看起来很奇怪的大师，现在就在楼下会议室。他们说，如果不想金茂大厦的风水秘密曝光，就让你立刻下去签字转让股份。李江夫睡着了，这些牛鬼蛇神就以为海城没人了是吧？喂，贪财鬼，有人要抢你的钱，这金茂大厦的1半股份，我可是打算留给你修道观的。你再不行，钱可就没了。看好他，任何人敢闯这间病房，杀无赦。苏总架子真大呀，让我们等了半个小时。怎么，还在上面陪那个快死的小白脸儿？王董是吧？如果你那张嘴不想要了，我不介意帮你缝上。有屁快放，我只有5分钟。
狂妄！苏青哥，别以为赵无极死了你就能独吞海城，我们已经调查清楚，那就是个凶宅。你养小白脸搞封建迷，就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，现在股价变动，我们要启动弹劾程序。还有这几位是玄门正宗的大师，他们看过了，那个李拜波是个修邪术的妖道，遭了天谴，那是报应。你如果再执迷不悟，跟他混在一起，只会把整个苏家拖下水。超度，你们是想趁他病要他命吧，还是想从他身上挖出点什么秘籍法宝？我不管他犯了什么天条，也不管他是不是妖道，我只知道他救了我的命，救了这满城人的命。想带走他，除非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既然苏施主被妖邪迷了心窍，那就别怪贫道动手驱魔了。定神符，去！有法器护体，一起上，破了他的护身罩。谁敢动？这是什么气息？前威，几个不知死活的跳梁小手，也敢动老夫的徒弟媳妇儿？滚！徒弟媳妇儿？难道是李不一那个传说中的师傅？您是？丫头，挺不错。九阴绝脉还能有这份护肤的胆气，不枉这混小子把半条命都搭给你。您是李不一的师傅？师傅？哼，算是吧，也就是个收破烂的。这小子学艺不精，还爱逞强，请神树神是那么好玩的吗？没把他那点魂魄烧干，就算树大了。求老神仙救救他！你是九阴之体，以后是要当家做主的，跪天跪地别跪人。臭小子，为了个女人，连祖师爷留下的保命底牌都用了，值得吗？行了，别装死了，这可是老夫存了60年的猴儿酒，便宜这小王八蛋了。太辣了！行了！哎呦，轻点，骨头刚接好，没事了。老头子，我就知道你会来，搞出这么大动静，还招惹了40万军魂，这因果你背得动吗？背不动，这不有您吗？这次伤了没死，不回去闭关3年，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进一步。一定要走吗？在这里不能修吗？我可以建最好的道观，买最好的药材。丫头，有些东西红尘里修不来，他这次动用了禁术，如果不回山利用祖庭的龙脉温养，活不过30岁。你是想让他现在死，还是想让他长命100岁？我去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跟师傅还讲条件？我要带他一起去，他是九阴绝脉，也是修道的好苗子，而且我答应过要给他没完，离了我是个修道的活不久。行吧，真是欠了你们的。不过山里清苦，没电没网没空调，这千金大小姐受得了吗？只要他在，地狱我都敢去，何况是深山。再说了，我可以出钱给山里拉根光纤，再修条路，顺便把道观翻造成5A 级景区，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。准备好了吗？这一去可能就是好几年。没什么好留恋的，公司有职业经理人，钱几辈子都花不完。我现在只想做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看看你长大的地方，顺便学几招法术。下次再有这种事儿，我要自己动手，不用你拼命。行，等咱俩修成下山，就是真正的神雕侠侣了。李不一，这就是你长大的地方，也太美了吧！看够了就走吧，师傅已经知道我们到了，赶紧进去吧。我说师傅，你这破宗门还是老样子，一点烟火气都没有，住久了不怕憋出病来了？你是孽徒，看看我一走就是3年，留我一个老头子在这山里，哪来的便宜你了？好了，说正事，
是有个坏消息，还有个好消息。坏消息是你的九阴绝脉我治不了，好消息是有一个地方能治，只不过想要彻底根除，需要整整5年的时间。苏丫头，你愿意去吗？5年？我本来还想一直跟你在一起的，看来不行了。傻瓜，5年而已，一眨眼就过去了。等我把身上的伤彻底养好，就去找你，到时候再也不分开了。既然你同意了，那就事不宜迟。出来吧，我的老宝贝！老邓，你又把我从睡梦里喊出来搞什么？上次驮着你出去，差点没把我累死。这次是正事，金兄，麻烦你送这丫头去那个地方。那个地方？你确定？那地方可是……原来是九阴绝脉，难怪了，这天下确实只有那个地方能彻底根治。小娃子，上来，我们现在就走。我的妹妹和我一样，也是九阴绝脉。行了，人都走了，别看了，安心去疗伤吧。5年啊！凝神，引龙气入丹田，以阳克阴。是龙骨。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万古归宗，给我进！300年了，终于有人来给我送养料了。天师血脉的肉身，再加上龙脉的纯阳之气，吃了你，我就能彻底突破封印，吞噬整个玄青山的龙脉。钟馗天师，借我神力！斩！没用的，我是不死的。300年前你们祖师爷都杀不死我，就凭你？我明白了，你根本不是活物，你是当年祖师爷用龙脉的怨气炼制出来的封印器。你之所以不死，是因为你和龙脉连在了一起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还知道，你的根本不是祖师爷，是一个穿着黑袍的，对不对？他把你封印在这里，不是为了消灭你，但迟时机成熟再把你放出来。我有没有胡说？你胡说！那是你做不做回祖师爷令真正的核心，只要打碎它，你就会彻底消失。等的就是你这个时候。报！300年前，一个穿着黑袍的人将一颗珠子了龙脉深处。玄清宗祖师爷发现了这件事，拼尽毕生修为，才将珠子里的古母暂时封印。300年后，五行器具鬼王降世，玄青山将化为焦土。原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封印。古母根本不是封印的钥匙，我扎碎它的那一刻，才是真正解开了第一层封印。多谢你，吕不镕，300年的等待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。现在该轮到玄清宗为300年前的债付出代价了。